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要给大家深度解读的书是《零基础看懂因子投资》，作者呢是美国的两位资深投资顾问詹姆斯·曼德尔和保罗·杰拉姆诺维奇。这本书讲的这个因子投资是我心目中最适合散户投资的一种策略，因为它的原理最硬核，它的核心模型是经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研究验证的，而它的操作又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买几个因子 ETF 拿着，偶尔调下仓就足够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这本书来跟大家做一个因子投资的全景式的介绍。先声明我不是股评人，我不会推荐具体的持仓配置，我是希望把因子投资的原理、逻辑、证据讲清楚。如果你认可了它的逻辑，那你自己实践起来是不难的。因子投资呢，其实是我们不久前讲完的那本《致富未来》的进阶策略。那本《致富未来》是说你不要去跟市场较劲，你直接通过指数基金买下全市场，稳拿一个平均分就足够了。但肯定有很多人心里是有点不甘心的，我难道就只配拿这样一个平均分而已吗？因子投资呢，就是专治这种不甘心的科学药方。它与指数投资的逻辑是一致的，反对你瞎折腾，去瞎挑选个股和瞎择时。但如果说买指数是教你如何吃饱，那么因子投资就是教你如何吃好。买指数就像是教你如何买下一辆财富小跑车，而因子投资呢，就是带你打开这台跑车的引擎盖。金融学家经过很多年的研究之后发现股市这台金融小跑车之所以能够跑起来，其实是有几个核心零件在提供真正的动力的。在金融学上呢，这些零件就叫做因子。比如说，有的零件叫做价值因子，它是确保你买的便宜；有的零件叫做质量因子，它确保公司赚钱效率高，负债少。那如果你把这几个关键零件给拎出来，那完全是有可能传出一台比市场的平均速度跑得更快的跑车的。所以因子投资最性感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你像买指数一样省心，却通过科学升级那些关键的动力零件，让你的预期收益概率性的跑赢那条平庸的市场平均线。其实这样一套逻辑一直就是一些顶级投资机构秘而不宣的法宝。那些长线业绩非常卓著的大佬，他们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得了的选股秘方，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资深的因子玩家。数据最有说服力全球范围内靠因子策略来管理的资金，已经从2013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疯涨到了2021年的 1.2 万亿美元。这是专业机构用真金白银投出的认可票。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一个因子玩家，一个挑零件来升级你的小跑车的零件玩家，那你到底应该挑选出哪些零件来升级你那辆财富小跑车呢？在《零基础看懂因子投资》这本书里，作者为我们详细拆解了5颗最耀眼、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黄金零件。这5颗零件分别是价值因子、规模因子、质量因子、动量因子和低波动因子。名字记不住没有关系咱们一个一个来看。这每一个零件的背后都藏着一套深刻的赚钱逻辑和对人性的洞察。首先呢，我们捡起来的第一颗零件叫做价值因子。这颗零件可谓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符合我们的直觉的。这颗零件的逻辑呢，其实就是你我都懂的一个常识，那就是好货不贵，或者更加直白一点，买的便宜本身就是一种硬道理。价值因子的这个价值在因子投资里指的就是价值被低估。但是在股票市场上这样一个常识往往是被遗忘的。大家总是喜欢追逐那些故事讲得好、概念炒得热的股票，哪怕他们的价格已经飞到天上了。人们经常会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好像股价高就代表公司好。而价值投资的逻辑呢，恰恰相反，我们要去买那些价格低于它的内在价值的公司。这就像是大卖场里淘打折货。但是在股票市场里打折往往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本身有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市场极其的情绪化。有时候一家公司明明还在稳稳当当的赚钱，仅仅就是因为这个季度的财报稍稍不及预期，或者呢是整个行业暂时不被看好。比如说传统的那些能源行业，在新能源很火热的时候就会被人看低，那么它的股价就会被恐慌的那些投资者砸出一个大坑。这个时候如果你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入它，那就好像你只以50块钱的价格买入了一张100块钱的钞票。书里提到了几个非常经典的指标来衡量一家公司的股票有多便宜。第一个指标呢是大家最熟悉的市盈率。
简单来说，就是你为了赚取公司1块钱的利润，愿意投入多少本金。如果一家公司的市盈率是10倍，那就意味着你投入10块钱，它1年就能帮你赚1块钱。而如果市盈率是100倍，你就得投入100块钱才能赚到这1块钱。那显然前者更加划算啊。第二个常用的指标呢是市净率，这是比较股价和公司账面净资产的比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是用了多少溢价来买下这家公司的家当。第三个常用的指标是市销率，这是比较股价和公司销售收入的比率。这3个指标是比较常用的。关于价值因子的那些研究发现，长期来看，买入低市盈率、低市净率的那些便宜股，回报率是要远远高于那些光鲜亮丽的昂贵股票的。这不是运气，而是对你捕捉到了市场里那些人性的过度反应的一种奖赏。当市场从恐慌中恢复理智，这些被错杀的便宜货价格就会向它真正的价值回归，你赚的就是这部分差价。所以呢，价值因子这个零件，它的核心功能就是防守反击，是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用极低的价格锁定了未来的收益空间。听起来很完美是吧？是不是我们只要去市场上挑选那些拥有价值因子，也就是被低估的公司，就能够稳赚不赔了呢？那也不至于这么简单了。比如说过去的10几年其实就是价值因子的吃土期。过去这10几年来买成长股，比如那些科技巨头的人都赚翻了，而买价值股的人都在吃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价值这个因子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失效了呢？确实在低利率时代，成长股是碾压价值股的。但是在2022年之后，随着全球进入到新的利率环境，价值因子已经开始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了。根据一些市场数据分析，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的估值差距在2023到2024年这段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历史极值。这通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像拉紧的橡皮筋，拉得越长，回弹的力度就越大。当成长股的泡沫越来越被挤压的时候，那些有着坚实的资产和现金流的价值股往往就会迎来他们的爆发期。也就是说呢，也许现在就是一个价值因子的历史性机遇。不过要声明，这只是逻辑判断，不构成投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能够让你的财富小跑车跑起来的第2颗零件，质量因子。如果说价值因子是让你买的便宜，那么质量因子就是让你买的放心。这就好比你去买车，不仅要价格便宜，还得结实耐用，发动机不漏油，开个10年8年不出大毛病。这个零件呢，是巴菲特最喜欢的秘密武器。巴菲特老爷子有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他说他宁愿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一家伟大的公司，也不要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一家平庸的公司。他说的伟大呢，指的实际上就是质量。那么什么样的公司才算是有质量呢？书里给了我们几个非常硬核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赚钱效率高，这主要是看净资产收益率 ROE， 这是衡量公司利用股东资金赚钱能力的指标。同样是给你100块钱的本金，普通公司1年赚5块，高质量公司能够赚20块。这种高效率通常就意味着这家公司拥有某种护城河，比如说它有独家的专利技术，有非常强大的品牌优势，或者有不可复制的特许经营权等等。高质量的第2个标准呢是盈利稳定，它的利润不是这一年暴涨下一年暴跌，像很多周期股那样，而是能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稳定的增长。这种稳定性本身就非常值钱。高质量的第3个标准是负债低，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不需要借一屁股债来维持运营。在经济下行周期，高负债往往是公司倒闭的元凶，而低负债的公司往往能够安然过冬。拥有这种质量因子的公司就像是班里的学霸，不管考试题目是难还是容易，学霸的成绩总是最稳定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能够从容扩张；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别的公司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却可以凭着厚实的家底和强劲的现金流，甚至能够逆势收购竞争对手，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所以呢，质量这个零件的核心功能是它能够穿越牛熊，它是你的财富小跑车里的减震器，能够保证你在风浪中不翻船，让你在持有它们的时候晚上能够睡个安稳觉。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第3颗零件。它听起来有点反直觉，甚至有点颠覆我们刚才第1个讲的价值逻辑。这个第3个零件叫做动量因子。如果说价值呢是逆向思维，是别人卖我买，越跌越买，那动量就是彻底的顺向思维。它的逻辑非常的简单粗暴，那就是过去这段时间涨得好的股票，
未来一段时间大概率还是会继续涨，过去跌得惨的，未来大概率还是会继续跌。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点像散户最爱干的那种追涨杀跌啊？没错，这就是科学版的追涨杀跌。但是这背后是有深刻的行为金融学原理的，并不是无脑的跟风。第一个原理呢，叫做反应不足。当一家公司爆出了一个好消息比如说它业绩大增，或者是研发出了什么重磅产品，这个时候大多数的投资者一开始是半信半疑的，他们会想这会不会是昙花一现呢？或者说是股票已经涨了1点了，是不是已经太贵了？因为这种犹豫股价不会一下子就涨到位，而是会慢慢涨，这就形成了一种上涨的趋势这就给了动量投资者上车的机会第二个原理呢，叫做羊群效应。当股价涨起来之后，趋势确立了，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看到了赚钱效应。这个时候，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都会蜂拥而入，进一步推高股价，让这个趋势延续的比理性的时间更长。动量因子就很有点像是物理学里的惯性定律。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刹车是需要时间的，在它停下来之前，它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冲很远。动量这个零件的威力非常大，它是所有的因子里爆发力最强的，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它的波动很大，一旦趋势反转，它也会摔得很惨。所以动量这个零件它的核心功能是一个加速器，在趋势形成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你的那辆财富小跑车瞬间提速享受那一段最肥美的行情。之前的2024年就是动量因子的大年动量因子在2024年的表现极好，因为 AI 这个趋势就是在2024年确立的嘛，就出现了一个强者恒强的局面。但是进入2025年之后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动量因子已经开始出现疲态了，甚至出现了大幅回撤这就提醒我们动量因子虽然是非常的锋利但是绝不能够单独持有，必须和其他的因子比如说价值因子配合使用，以此来平滑波动。当趋势反转的时候，它是会咬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你的财富小跑车上的第4个关键零件，也就是我们的第4个因子，规模因子。规模因子的逻辑是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有爆发力这很好理解一艘万吨巨轮想要掉头或者加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体量太大了。但是一艘小快艇稍微给点油门就能够飞起来。小公司基数小，成长的空间大，当然它的风险也很高，可能会面临流动性不足或者经营不善的风险。那市场为了弥补你承担这种高风险呢，就必须给你更高的预期回报，这叫做规模溢价。所以呢，如果你想让你的那台财富小跑车跑起来的时候有更强的推背感特别是在那种经济复苏的初期那种拥有规模因子的规模比较小的小盘股往往能够提供非常惊人的动力。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5颗黄金零件，低波动因子。这颗零件比较神奇它挑战了传统的那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观念。通常我们都认为想要赚大钱就得冒大险，但是研究发现那些股价四平八稳不怎么上蹿下跳的乌龟股比如什么公用事业必需消费品这些股票长期来看回报竟然比那些大起大落的兔子股比如科技股回报是要更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复利这背后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比如说股票 A 今年涨 50%， 明年跌 33%， 那2年下来你的收益是多少呢？千万注意今年涨 50%， 明年跌 33%， 不是你赚了 17%， 而是0，你一点钱都赚不到不信你停下来算一下。而另外一只股票 B 呢，非常的四平八稳今年这个牛市它只涨 10%， 没有一个股评人会提到它，但是它明年那个熊市里它还是涨 10%， 那2年下来呢，你就有 21% 的收益这就是低波动的魔力因为它跌得少，它才能够在复利的作用之下跑赢那些大起大落的对手。所以呢，低波动这个零件它的核心功能是一个避震系统，它能让你的那个财富小跑车跑起来更加平稳避免你因为晕车而半途下车特别适合那些心脏不够大的投资者这些呢，就是我们要收集的5颗灭霸无限宝石价值因子是让我们买的便宜，质量因子是让我们买的好，动量因子是让我们买的顺势，规模因子是让我们买的有弹性但是要注意避坑，低波动因子是让我们买的稳健。这5个因子就构成了我们跑赢大盘的秘密武器库那么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些真的能够长期跑赢华尔街的大佬们，难道就真的是像拼乐高积木一样拼这几个零件来赚钱的吗？绝大多数时候还真的就是这样
实际上这样一套零件逻辑直接揭穿了华尔街那些基金经理们半个多世纪的秘密。我们很多人都有偶像，在投资界呢，这个偶像通常就是沃伦·巴菲特。直到今天，巴菲特都被视为股神，大家都觉得他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能够凭直觉挑出那些在未来会暴涨的股票。很多人都很崇拜他，学习他，试图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但是往往很多时候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有一群金融学界的教授，他们不相信魔法，也不相信直觉，他们只相信数据。于是他们就把巴菲特做过的过去几十年的投资业绩拿出来，像是做手术一样，一层一层的解剖，试图去找到他成功的真正配方是什么。结果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巴菲特的神迹其实是可以用公式算出来的。要理解这个拆台的过程我们得先回到20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金融学界有一个统治级的理论，叫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这个模型的原理很简单，他认为股票的回报只跟一个东西有关，那就是市场风险贝塔。在这个模型看来绝大多数人在股票市场上赚的钱没有什么神秘的，市场在上下波动，你承担了这个波动的风险，市场就给你相应的回报，你在股市里赚到的就是这份回报而已。在这个理论下，如果你买了一个基金，它赚的比大盘多，那一定就是因为这个经理水平很高，他有特殊的选股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阿尔法。阿尔法到底是什么呢？当时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到了1992年，有两位大神出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和金融学家肯尼斯·弗伦奇，他们站了出来，他们提出了非常著名的法玛弗伦奇三因子模型。他们说你们所谓的那个阿尔法其实一点也不神秘，那无非就是这些基金经理有意无意地选中了几个能够提高他们股票回报的因子。法玛和弗伦奇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入挖掘，发现除了大家最早就已经发现的那个大盘风险因子之外，还有两个东西能够显著地解释股票的回报。第一个就是规模，也就是小盘股通常能够跑赢大盘股。第二个就是价值，也就是便宜的股票通常能够跑赢贵的股票。没错，也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5大因子中最先被发现的2个。这个发现就像是有人告诉你，那个赛车手跑得快不是因为他的车技神乎其神，而是因为他偷偷给车子加装了2个特殊的加速器，一个叫做小盘，一个叫做价值。只要你也在你的车上装上这2个零件，你就能跟他跑得一样快。这个模型一出就震惊了整个投资界。它就意味着很多曾经被认为是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的那些超额收益，其实只是因为他们买了一堆小盘股或者便宜股而已。后来呢，就有了专门的学术论文去拆解巴菲特的业绩，结果发现巴菲特其实就是一个极致的加了杠杆的因子投资大师。我们来看看巴菲特最喜欢买的是什么。第一，他喜欢买便宜的股票，这就是价值因子。第二，他喜欢买那种护城河很深、利润很高的公司，这是质量因子。第三，他喜欢买业务简单、波动小的公司，这就是低波动因子。甚至有一个研究发现如果你去构建一个价值加质量加低波动的因子组合，然后再加上一点杠杆，那你的业绩曲线会跟巴菲特惊人的重合。之所以这里要加杠杆是因为巴菲特手下有保险公司，他利用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来投资，这实际上就是用极低的成本加了杠杆。也就是说巴菲特的神迹竟然是完全可以用因子投资的公式给复刻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巴菲特实际上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因子投资大师。他的厉害在于他凭借他的敏锐的直觉，比学术界早了几十年就发现了这些因子投资里的黄金零件，然后就非常坚定地开着这样一辆由这些零件改装过的小跑车一路狂奔，从来都没有下来过。而这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巴菲特的成功实际上是可以复制的。我们不需要拥有他那样的商业洞察力，也不需要每天研读500页财报，更加不需要去奥马哈朝圣。我们只需要通过科学的工具，把这些经过验证的因子零件价值、质量、动量、规模、低波动配置到我们的账户里，我们就在逻辑上直接站在了大师的肩膀上。在因子的视角下，投资不再是玄学，不再是艺术，而是科学。今天投资市场上 95% 的超额收益都可以用这些因子模型来解释。那台财富小跑车的图纸现在就摆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好，那有用的零件我们是找到了，但是在你打算自己动手来改装你那台财富小跑车之前呢，先得给你一个提醒。现在的投资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中看不中用的假冒零件。自从法马和弗伦奇这两位大神把因子这个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学术界和金融圈就陷入了一场疯狂的造词运动。你也发现一个因子，我也发现一个因子，大家都想以此成名，发论文或者是发理财产品来圈钱。结果就是现在声称能够跑赢大盘的因子已经多达几百个。经济学家约翰·科克伦给这个现象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因子动物园。你要是走进这个动物园你会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什么员工增长率因子、最大日回报因子、非流动性因子，他们每一个都号称自己是那匹能够带你发财的千里马，都有非常漂亮的回测数据来给自己背书。但是很可惜他们大部分都只是看起来有用而已。很多所谓的新因子其实是数据挖掘的产物。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计算机算力太强了，如果你给它一堆历史数据，让它从里面找规律，它总能给你找出一两条来。比如说，有人可能会发现，在过去的20年里，凡是名字里带有龙这个字的公司，股票都涨得特别好，或者是凡是周二下雨的时候买入的股票，收益率就特别高。这些是因子吗？当然不是这纯粹就是巧合而已。如果你因为这个规律去买股票，那你就是拿自己的钱在开玩笑。这就是所谓的拷打数据，只要你拷打的足够久，那数据总是会招供出一些看似存在的规律的，但是这些规律在未来根本就不会重复。这就是为什么书里反复强调，一个好因子必须要有深刻的经济学逻辑，你必须要能解释得通它为什么能够赚钱。比如价值因子赚钱是因为它补偿了你在别人恐慌时买入的风险，比如规模因子赚钱是因为它补偿了你持有小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如果解释不通，那多半是假的。除了数据挖掘，因子动物园里还有一个陷阱，叫做幸存者偏差。很多回测数据看起来很漂亮，是因为他们只统计了那些活到现在的公司。比如说，有人说小盘成长股是一个好因子，你看那些现在的科技巨头，当年不都是小盘成长股吗？如果你当年买了他们，那现在早就已经发财了。但是数据忽略了那些当年同样是小盘成长股，后来却破产倒闭，从交易所退市的公司。如果我们把这些死掉的公司也算进去，你会发现所谓的小盘成长股其实是一个天坑。因为小盘成长股往往估值过高，他们的成长预期已经被透支了，一旦失败往往血本无归。真正赚钱的是小盘价值股，也就是小盘股里边价值被低估的那些，而不是小盘成长股。这也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于规模这个因子最重要的一个修正。总之呢，如果你的因子策略没有把那些倒闭的公司算进去，那你的回测业绩往往就是虚假的、注水的。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一个因子的真假呢？书里给了几条黄金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持久性。这个因子不能只是在过去的5年、10年管用，它得在过去的50年、100年经历过各种牛市、熊市都得管用。它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古董，而不是昙花一现的网红。第二个标准呢是普遍性，它不能只在美国市场有用，它得在欧洲、日本，甚至在债券、大宗商品市场里都管用。如果一个规律只在美股有效，在日本市场就无效，那它很可能只是一个巧合而已。第三个标准呢是可投资性，有些因子理论上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手续费极高，比如说需要极其频繁的交易，或者买卖的都是一些流动性非常差的股票，那扣掉交易成本之后，利润基本上就没了。这种因子就是纸上富贵是看得见吃不着的。那经过这几个标准一过滤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喧闹的动物园里，绝大多数动物都被筛掉了，最后留下来的值得我们拿真金白银去下注的，也就是我们前面的几位老朋友：价值、质量、动量、规模和低波动。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新手来说，就不要花心思去研究各种新潮的因子了，盯着前面说的那5大因子，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样去配置它们就足够了。等你把这5个老大哥玩明白，你再去参加那些高端局。好，那在认清了真假之后呢，现在最后一步肯定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步，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散户，怎么样能够不费力气的把这些顶级武器装进自己的账户里呢？这会不会很难？我是不是得像基金经理那样，每天盯着几千只股票，算 PE 算 ROE， 然后不停的买进卖出？完全不需要。如果需要那样做，那就不叫适合散户了。
因子投资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已经把这些复杂的策略封装进了非常傻瓜的产品里。这个产品呢，就是因子 ETF。你可以把因子 ETF 想象成是一个预制好的加强版引擎。以前呢，你买 ETF 买的是标普500或者是沪深300，这种呢是标准版引擎，它是按照市值大小把所有的股票都买一遍，好坏一锅端。现在呢，你买因子 ETF， 比如说价值 ETF 或者红利质量 ETF， 这支基金背后的计算机程序已经自动帮你做好了筛选，它自动帮你剔除了那些太贵的、质量太差的股票，只保留了符合价值或者质量标准的股票。你只需要像买普通股票一样买入这个代码，你就瞬间拥有了一篮子经过筛选的黄金零件。而且相比于传统的基金经理， ETF 的费用非常低，透明度非常高。你不用担心基金经理今天心情不好或者跳槽了，这支基金的运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不会的，因为它的背后是一套雷打不动的规则在运行。在今天的金融市场上，你已经可以找到任何你想投资的因子 ETF， 有专门的价值 ETF， 有专门的动量 ETF， 有专门的质量 ETF， 什么都有。今天有了 AI 的加持，只要你认可了因子投资的逻辑，那么在 AI 的帮助下，挑选出几个最符合你要求的因子 ETF 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这里也就不举例了。那下一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有5颗零件，那我是只买1颗还是全都要买呢？这就涉及到了组装的艺术。书里给出的建议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因子的篮子里。为什么呢？因为因子也是有周期的，这个前面就提到过。比如说价值因子可能在某几年表现得特别好，但是在科技股泡沫时期，比如说1999年，比如说现在就会跑输大盘。在这些时候那些坚持买便宜货的人就会被别人嘲笑是老古董。再比如动量因子在牛市里冲得特别猛，但是在市场震荡的时候容易被打脸，出现反复止损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你只压住一个因子，你很可能就会在它表现不好的那几年里，因为心态崩溃而割肉离场。一旦你离场，你就倒在了黎明前，错过了后面均值回归的大涨。所以呢，正确的玩法是多因子策略。这就好比你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你不能全是前锋，也不能全是后卫，你需要有搭配。当市场进攻的时候，动量和规模因子冲在最前面，为你攻城略地；当市场防守的时候，质量和低波动因子会稳住阵脚，为你守住利润；当市场估值回归的时候，价值因子会开始发力，为你提供安全垫。通过这种组合，这些因子之间会形成一种互补效应，你的整个账户的波动会变小，但是长期回报却更加稳健。你既可以把这些因子以一个固定的比率组合起来，然后每年做一次再平衡，也可以采取一种核心卫星策略。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本来就包含多个因子的多因子 ETF 作为核心持仓，稳住你的底盘，然后用单一因子 ETF 作为一个卫星持仓，在看好某一个方向的时候适当增强它。比如说，如果你坚信通胀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你就可以额外配置一点价值因子。如果你想博取高弹性，那就可以配置一点小盘价值因子。最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即使你拥有了最完美的那辆小跑车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驾驶员，那你依然是会翻车的。书里有一章专门讲了搞砸投资计划的10种方式，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社工好龙，或者叫做短视。很多散户朋友听的时候都觉得因子投资这个东西很好，觉得它的逻辑无懈可击，也有很多的大佬背书。可是一旦自己真的买了之后就发现自己买的比如说一个价值 ETF， 这一年居然没有跑赢隔壁老王跟着街对面的老张闭眼瞎买的妖股，甚至还亏了点钱于是心态就崩了。他们就开始怀疑这套理论是不是已经失效了，这次是不是不一样。请你记住，因子投资是对长期概率的信仰，它不是让你每个月每年都能够跑赢，它甚至可能让你连续2-3年都跑出大盘。比如说价值因子在2018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至暗时刻，这就像你即使开着一台法拉利，遇到堵车的时候也得停下来，但这不代表法拉利不是一台好车。只要市场逻辑还是这个地球上的金融市场逻辑没变，那么只要你拿得住，均值回归的力量会迟早奖励你的耐心的。历史数据无数次的证明，那些能够坚守因子的投资者最终都获得了丰厚的超额回报。所以最好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之前那本《致富未来》里我们做过辩证分析的定投，也就是设置好你的因子 ETF 组合，
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买入，不要去管市场的涨跌，也不要去预测市场。虽然我们上回讲过，大概率呢把想要投资进市场的钱一次性的梭哈，预期收益是更高的，但是万一遇上市场剧烈波动，就很容易让小心脏休克。所以权衡下来呢，定投在心理上可能是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市场大涨的时候，你的账户的市值在涨，你会很开心。市场大跌的时候呢，同样的钱能够买到更多份额的便宜筹码，你是在捡便宜，你也非常开心。这种心理上的抚慰会鼓励你坚持你的投资纪律。这就是普通人组装那台财富小跑车的终极奥义。科学的零件，也就是几大因子，加上简单的工具，也就是因子 ETF， 再加上傻瓜式的坚持，也就是定投，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就足够了。好了，让我们把视线收回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手里的这套方案。从之前那本《致富未来》到这回的因子投资呢，是一次策略的升级，更是一次投资世界观的升级。以前我们买指数基金，买下整个市场，你是坐在一艘大船上随波逐流，市场涨你就涨，市场跌你就跌，你把命运完全交给了市场的贝塔，这很稳妥，但也很被动，像是一个有点无奈的乘客。但是现在有了因子投资啊，你就开始尝试驾驭浪潮，你依然在一艘大船上，但是你手里多了一张航海图和几个加速器，你懂得利用洋流，懂得挑选更加结实的船体，懂得在打折的时候买入船票。你没有脱离市场，但是你在市场中加入了自己的科学判断和主动权。这种主动呢，不是那种盯着 K 线图频繁交易、追涨杀跌的盲目主动，而是一种基于规则的被动。这才是最高级的懒人投资法。你依然很懒，但是你懒得有底气，懒得有水平。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你觉得因子投资是不是对之前那本书里提到的有效市场的一个否定呢？如果你通过配置因子的确赚到了超过市场平均的利润，那你是赚了市场犯错的红利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观点。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